各位大家好，又到了我们分享的时间。今天我们一样来讲所谓的2025办公工具系列里面，就是产生网页。最近有一些老师一直在分享关于 AI 编码，它可以让我们来制作网页，它自动帮我们编写程式。那我也蛮好奇的，那所以呢，我自己来试试看，是不是可以真的如老师所讲的，它可以让 AI 帮我们编码，素人也可以变强人，甚至连你家的阿嬷都会这个技术。所以呢，我们今天有一个很完整的技巧，那想要来教给大家。那我今天会采用像 Canva AI， 这个是最近老师一直在分享的，还有豆包。这是一个大陆的一个软体，那它也可以来做所谓的这个编码的这种工作。那再来呢，还有一个是大家也推荐说，像这个 Cloud 它也是可以来帮我们做一些编码的这种工作。那它可以把它的程式写出来之后，我们把它的这些所谓的 code，它这些编码的资料，我们就把它贴到我们的文件里面。那最后呢，我们可以借由一个免费的一个空间，或者是它原来像 Canva 它有送我们一个网页空间，那你也可以使用它的网页空间，把你的网页呈现出来。那我今天会有一个完整的教学。那首先呢，我们看一下 Canva AI 这一块。Canva AI 呢，它在最近呢开始变成它有所谓的 AI 功能，那它的界面呢，整个也大概去做了改变所以它原本是在右上角的这个你的登录资料，它现在会在左下角。那因为我先前也有加入别人团队，但是团队里面它没有所谓的 Canva AI， 那我必须要切换到我自己的 Canva AI 那个个人的账号里面，它才产生了 Canva AI。当然现在目前可能还有人是没办法用 Canva AI 因为它现在还没有全面开放那还没有的就可能您要稍等一下所以你也不用问我说你为什么你没有，可能要等这可能要等。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呢，我们要怎么做。那在你切换过来 Canva AI 这里你点下去之后，你会跑来这个界面。那这个界面的话，你点 Canva AI， 你点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它底下这边其实它有告诉你有几个预设的功能，比如说像制作影像，或者是草拟文件，还有像编写这个程式码。那我们今天当然针对就是它来帮我们编写这个程式码的部分。那我希望呢，我因为有在教大家做一些所谓的绘图的这种技术，那所以呢，我就试着请他帮我就是写一个程式，是关于图文绘制特训班的一个官网，就是首页那它的一个程式嘛。那我们看一下它怎么写。那这边呢，就是我一个对话的过程。那我这边写进去之后，它这边有没有？请帮我写一个关于图文绘制特训班的首页程式码。那写进去之后，它会告诉我说，它会帮我产生。那它在右手边就开始呢产生了它的一个程式码。那你会发现，就是它其实要跑个5-6分钟以上这个其实跑蛮多，它 total 跑了大概是500多行那一般它好像你如果把画面切到所谓的其他画面的话，它好像就会变慢，甚至可能稍微会停。所以呢，建议你可能在让它跑程式的时候，尽量可以让它在这一页去跑，你就先不要切换画面，这样你来做的时候应该就会比较快。所以呢，其实我们归纳一下，就是其实我们是用一句话让它帮你产生所谓的程式码，这样是不是很简单真的，你只要会讲话的，你会打字的，基本上你就会写程式码所以现在的 AI 真的太棒了那它就帮我整个跑完那个过程，我先不给大家看了因为那个过程其实真的蛮久的。那再来就是说，因为它跑完，它其实会跑进去一个所谓的这种类似测试的画面所以你基本上
你只有在前面那边看得到，可是你没办法把它复制。所以也有老师就是教学说要怎么来把这个程式码抓出来我大概试了2种，我今天会讲2种状况。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就直接问他，你可以帮我把这个程式码抓出来吗？这边就是要求他看他可不可以。那他第一个，我们先在看这个它的程式码之前，我们就先看一下它产生的第一版第一版之后它产生它就是这个画面。事实上这个都可以点我事实上有这个那个网页我已经开好，就是给大家看，我等一下会切换给大家看。那你如果说你去按这个在设计中使用的话，它其实它就会跳到那个我们的这个它的里面有预设简报的那一页它会自己跑到那一页。那你点2下之后，这些其实你只要点了它就可以直接就做连结所以基本上你看我点到下一页，比如说我要看它的课程，我点了进去之后，它马上就跳到这边有一些基础课程多少钱？那这些是不是可以改？当然可以，就是在它的程式码里面。所以它的程式码我等一下慢慢讲。然后它在里面的时候呢，它会有这个数字你都看得到，所以你要改的时候，因为我们是贴到文件里面，所以呢其实你可以从文件，因为它跟一般的这个其他做网页的不太一样，所以呢我自己学的是别的这种制作网页的技术，可是它这一种的方式其实我自己比较不熟，基本上因为我不是学这个起家的，所以呢但是我大概知道它的原理，它就是在里面它有数字或是文字，所以你必须要进去里面改所以我们现在只有讲头，我没有讲到细部改的部分，因为细部改的部分我相信那个可能还要有一点技巧，或许我再研究一下，后面我们会有进阶的再告诉大家。那这边呢，你看它就有不同的那个班别跟价钱它甚至都帮你写，甚至你这边你都还可以看所谓的课程介绍、师资内容，还有学员心得，还有联络我们的这个你看这边就是师资，我等一下让各位看一下实际的网页我会切换过去这边就是学员，我就是整个把他的网页跑过一次，那我截录给大家看甚至是常见问题这边都有。那再来最后你要跟他们联络这边他就可以，你把你的姓名你的电话 email 之类的，还有你感兴趣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在这边做询问。那他跑到 Canva 这里的时候，他就是我刚讲说他会跳到他的简报它直接会嵌入我们的简报，你就可以使用。你点2下之后，你在这边去点选，就会像我刚刚截图给各位看的就是你点选这个在设计中使用，它就会跑过来。那你这边点选，它就会有 demo 的网页给你所以基本上你就已经在 Canva 的界面里面，你完成了基本的网页。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来我先看一下下一页是什么对，这边这边就是我们刚跑过的那我们先看一下那个画面，我们再来请他给我们程式码的部分。那像这边呢，我网页其实已经开好了这边是他 Canva 跑出来的部分它会直接第一版它就在这边。那我们如果这边把它关闭它就会回来原来我们刚刚那边你这边就是我们刚 demo 的说你首页是这里，那你课程介绍有没有，它都可以切换。这边就是它的那个就是 demo 在 Canva 里面的。那但是呢，它基本上还可以让你去发布网站，因为 Canva 里面它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点，所以你必须要借由它的发布网站。所以发布网站之后，别人在外面他才可以点你的网页所以基本上你要有这个概念就是发布之后别人才可以点。那我们就有2种方式，一个是 Canva 本身给你的网页空间，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在第1页的时候有介绍有一个免费的网页空间，那是另外一种独立网页的方式，不是透过 Canva。因为 Canva 的话基本上它每一个网址它是给你5页它顶多发表5个网页，再来就没有，所以你可能还要砍掉你不要的所以基本上这个就大家要注意一下。那再来我们再回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希望他给我们程式码
稍等一下，我切换一下。那我们希望它给我程式码，因为我想要做什么？因为这些程式码，你可能才可以去做进一步的把它的这个所谓的首页哦，因为在网站的一个概念，我不晓得大家清不清楚，因为网站它基本上就是要有一个 index 的首页，所以你才，但那个算是基础。就像我们建房子一样，它是一个基础，所以它里面的各连结，它是透过 index 的一个界面再连到其他的分页。所以呢，我们希望它给我程式码，就是说，因为它帮我写好了，其实我也不用管它是什么基础或什么，它整个程式码给我，我其实就贴到另外我说可以独立网页那个部分，我们就可以发表我们的网站，基本上就没有问题。可是呢，这个中间就有一些猫腻哦，就是我做不出来哦。这个程式码可以给我吗？那我就问他，那他就又跑了一次，哇天哪！这个一跑又好几分钟又过去了哦，就是有点麻烦。那我们非常感谢这几天有另外一个老师查明老师，他发表了，就是说。他教我们说，在右下角设定一个浮动的按钮，这个是重点哦。那你可以试试看，因为我自己试了几次，其实没有试出来，所以我用了第二种方法去，就是做我们的网页。那各位可以先学这个方法看看哦，有可能会做得出来，也有可能做不出来。好，所以这个我不晓得问题在哪里，因为我试了好几次了。在右下角设定一个浮动的按钮。使用者点选之后会出现一个视窗，里面是目前程式的原始码。视窗有一个复制钮，可以再按下去之后显示程式码，让我复制出来使用。哦，这一句话是关键，那您可以把它截图下来哦，因为我这边我可能没有贴给大家。那你把它就是它跑完之后，你可以给它这一段。如果你看哦，它其实已经告诉你说它会做。一个浮动按钮让你做复制的动作，可是事实上它并没有哦，它并没有哦，所以你把这一段话呢，你就可以您试试看哦。那我就想说算了，那我就先不管它，我做不出来。那他就问我们说要那个刚右上角这边有一个发布网站嘛，那我就把它发布网站。好，那在不管你是用电脑或者是手机的方式，它其实会去调整它的这个画面，好，它会自动调整，所以这已经做到就是我们所谓行动装置它都没有问题。所以你在这边打进去的时候，它这边其实就是要叫你，它要落脚在哪里？哦，那你基本上没有那个你自己的购买的空间的话，基本上它会给每一个人一个。不用钱的一个免费的，所以它的后面的后缀就是 mycanva.site。那前面这边你可以打一个是你自己想取的名字，这个一定要打，没有的话你也没办法发布，因为它就会告诉你这边没有打，所以你反正不用钱的你就领一个吧。好，那再来你这边如果打完之后就是让它发布，那我们看一下，你事实上发布之后，就这个它就会有自己一个那个就是demo 的网页，但是这一个网页不是它真正的那个就是网站的空间，所以我曾经试过用这一个可不可以去把它的那个隐藏的网址解出来，事实上是解不出来的哈，所以这个大概就只能让你在 Canva 发布之后先看一下。那事实上后来我就想说，好啊，那我把这个名字都取好了，那我们就发布。那发布的过程哈，你大概在申请的过程这边，因为我中间有我自己没办法用到的哈，所以就是我没有录到了，我没有截图到，所以我先用它官网所介绍的哈，这个是它有详细的介绍，我在这边就截图来介绍就好了。这是它官网的介绍影片，但是它是用英文界面哈，但基本上都很容易，我这边解释一下，大家就听得懂。那这边的这个那个 URL 就是我刚讲说，上一页其实我这边已经也有取名字，我就写一个央视001，那基本上它只要通过，你可以看得到它是可以使用的，那你就取一个你自己觉得方便好记的名字。那你这边取完之后，其实它这个就是 subpace， 就是它的指径呢，它那个
指径的部分你也不用，你可以不用设，这边你可以不用设，那不用这边填完之后，你其实就直接 publish 好这个 website 就可以了。好，基本上就是这两个啊，这一个就是可设可不设，但是我建议上可能可以不用设。好，那你就直接发布。那最多呢，它就是只有5个。好，它其实告诉我们它最多是5个，所以你超过5个，有可能你要去删其他的哦。好，那再来的话，你一发布出去，它会告诉你说，你在这个地方已经有一个这个 website 已经发布了，那你可以复制这个，再到 Chrome 的浏览器上面把你的这个网址贴上去，或者是你直接按检视网站也可以，你直接按着就可以跑过去你的连结。那这边就是我自己刚 demo 给各位看，就是说它事实上就可以在这个网址去看到我里面它帮我设计好的网页。甚至它这边都可以连接，所以我就说哇，它太厉害了，怎么那么厉害？真的是它很顺利的帮我完成一个网页的部分，所以这个大家也可以就是试试看，我觉得蛮容易的蛮容易的。那我再来第2种方式呢，你如果是在他那边，那你拿到了他的网页，事实上它是在 Canva 里面，那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做一个是独立的？我们不要透过 Canva 可不可以？这又是另外一种技巧。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个是那个阿亮校长他介绍了一个熊哥严国雄哥，他有做了一个所谓 Canva Code 的一个网址的解析，他这个在4月份的时候才做出来。那他这个小工具呢，这个是他的，我把它短网址了缩址在这里。那您可以输入之后，或者是它的 QR Code。那输入之后呢，我们在刚刚那个网页发布出来那个网页，我把它抠过来。那抠过来之后，你就按 Go。那 Go 呢，它就会去帮你把它的网址躲在里面的网址这个是它转换过的，所以它把它躲在里面的网址解析出来。那解析出来又更好的，它根本就帮你写好了。看2种方式，一个是这个网址，你另外用原始网址也可以，或者是我后来老师是其实他只有讲一半那甚至他就是说你自己来用。那我自己是亲身试的，后来我突发奇想，我如果把它下载网页的话，它应该就会得到一个首页。那果然没错跟我的预测一样，你把它下载网页，你会得到一个 HTML 的，但是它前面有可能它那个不是就是它会以它预设的一个那个就是名字。那你到时候你要做这个到独立网页的时候，等一下我讲那下载网页，我就把它下载网页。那我会拿到一个什么 Canva 它给你的是一个用中文写的，后面的一个后缀是点 HTML。但是呢，我们现在的规定是，因为你要放到那个独立网页之前，你必须要把档案名称改为 index 点 HTML。所以你只要做这样子的修改，你把这个那原始档你要存起来也可以，不然你就直接把它改成这样，就像我这样子从这个把它改成 index 点 HTML， 基本上这样就 OK 了，你的前置就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前置好了之后，我们要怎么来把这个档案传上去所谓的免费网域的就是免费的网站。那基本上呢，它的档案其实都很小，就几 K 而已。那它最大是可以到10 MB 啦。所以基本上你如果只是用一页式我们现在有没有常常做那个诈骗，很多都是一页式，所以各位也要小心。如果这个被坏人那个有心人士去做了坏事，那你就要真的很小心了我们这个技术希望他们不要学会这只要是那个大家就反正在网络上买东西都要小心。那我们来看一下免费网域，有一个叫做 yay 点 boo 叫 Yabo 还是什么我先念 Yabo 好了，我不晓得这样念对不对。Yabo 它就是一个免费，而且小而美，不用注册它也不用注册，所以在这个网址大家记得 yay 点 boo Yabo 那它的界面就是很简单我们很感谢这个开发的这个
这个先进这个大哥我不晓得是男女啦，就是真的很感谢他们开发这个网页，真的也不用注册那你怎么做？我们刚刚说你拿到 index 的那个.html 的档案，你就把它传上来。那传上来之后，第二步呢，你就是要把你选一个你的名字，就跟刚刚在 Canva 有点像，你要取一个名字，你就把名字取那个写一下。那它基本上要通过，它会变应该是变蓝灯的样子。我等一下后面看，我们等一下后面看有实际上写好的。那再来就是把你的 email， 你的通讯 email 你就写上去不要乱写其实你没有收 email 的，只是说以后你要改的时候，怕你找不到那个它的连结。那基本上你就是做好这3步，那再来你就把它 publish。你的 website 弄上去，这样基本上就 OK 你看，你有一个免费好用的空间，不用注册，小而美，小而赞小而赞，真的是很棒。那你填一下资料刚刚我们有说把资料填上去，这个就成品，我不用1分钟，我搞定一个上传网页，有没有？我这边传上去一个 index.html， 那再来呢，你选好，我就选了一个叫 graphic 的一个名字它可以用所以它就变蓝色，有没有？它就说它是 available OK， 所以它可以用。再来呢，我的 email 我写上去，那3步骤我已经搞定了，那我就把它 publish 出去，就送出去了那你送出去之后，它会给你一个对话框，它就会写说你的网页已经传上去了。事实上你就可以，所以我为什么说你没有去收信，它其实也是 OK 的。那它会告诉你说它把信送到你的 email 里面去了那你其实在这边你点了之后，其实它就可以看了直接就可以点。那你点了之后，我也回来 mail 稍微看一下，就的确他也把信就寄回来，他就说他现在是已经活了嘛，已经活起来，你就可以用了，就是它是可以用了那你如果说你不要了，你就可以从这边点进去之后，看是把它 cancel 掉或怎么样。这个部分我自己是还没有试啦，但是你大概信我会建议大家就是写真实的 email， 那你收一下信那这一封信你也可以把它保留住。那事实上我就从网页上面，我刚刚其实给各位看过了，你把这一个网页就是我们已经上传了，所以这个后面就是 Yabo 嘛，就是它前面我们取的这个就不是 Canva 的但它就是独立的。你这个网址传给那个其他人就比如说你的家人或是你的外面的朋友，他们要做一个网页，基本上他们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做咯或者是你真的自己要测试一个小官网，其实用这样的方式就可以做咯外面需不需要钱？不用钱所以太棒了，这个真的是有够赞的所以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我又测试了一个有些老师他就说他来做所谓的抽奖他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或者是说我就想说刚好看到有人用一个倒数计时器，那我们就说那我们用了一个柴犬倒数计时器好了。那我这边第2次我就会稍微讲快一点稍微讲快一点，因为前面大概我讲的比较慢，就是详细让大家知道。那再来呢，我们一样就是去跟他对话一样刚刚的步骤都一样，但是我后来发现呢，他这个计时器他后来死掉了。为什么？他不会倒数他第一次他自己跑不出来，所以我就告诉他说你没有办法真正倒数，请他做检查。后来他就说对，他告诉我说他问题出现在哪里，他改了什么东西所以他把 input 这个事件而不是这个 change， 他把它去改了他是改成 input。那他做了所谓第2版那所以呢，我们就往后面去看一下他第2版做了好 OK， 那我就测试看看这个都是我画面跟前面都一样，因为 Canva 刚刚已经 demo 过一次。那第2个这个我让他做完之后，我们一样要做发布嘛，我就从这个地方我一样这个我就不赘述了，因为刚刚前面都讲过了那你如果要按也可以按这边发布网页，或者是你
如果说有改了，你必须要重新发布，或者是你从发布网页这边或者是分享，你都可以点点看，里面其实有一些键我那个部分我就不细讲，各位可以玩看，个人版就可以玩，免费的会员就可以玩，这个基本上不需要会员，但是基本上前提你要有 Canva AI 的一个功能是已经被开启的，如果没有，基本上你可能要等那所以我们一样把它发布出去，它就检视网页我们就看快一点，因为跟前面一样。那我把它拍成影片给各位看咯。有没有？它时间到，它还会叫一下有没有？我们再看一次，很好玩。因为我从第5秒才开始录了，它就已经这样跑了，所以基本上开始结束。那基本上呢，它这边你看还可以到几小时所以这个很好玩。所以你如果说有些老师啊，或者是这个朋友呢，你如果说有时候你上线上课或是什么，你需要做倒数计时，比如说我们中场休息10分钟，那你就用这个10分钟呢，你就用这个方式也可以，或是 Canva 本身它自己也有在投影片上面，你打上数字，它本来就可以做倒数的一个功能它就可以当倒数计时器，它本身也可以做。那这个呢是很好玩，真的都不需要技术，你只要告诉他有错他改那我们就完成了所以我们就很好玩的一个东西。那我一样，我就希望说，那我照刚刚那个，我要建构一个所谓的独立网页刚刚我这个有缩纸，你用缩纸的比较快那你可以把这个就是独立网页的部分，我们先第一个还是做解析嘛，我一样把我们那个网址去解析出来，按 Go， 那 Go 之后，这个一样我可以按下载网页的部分那基本上这个档案我就把它下载下来，柴犬的倒数计时器有没有？好，那一样，我们最后一样去把它改名字，你再放到这个熊哥的这个，它我看一下不是更正，这个熊哥的是这个解读的这个解读我们网址的部分，那这个网页空间就必须到这一个这 Yabo 的部分，那你就把档案来这边做，参考前面的做法，基本上就很好搞定这件事情。第三，我们再来做一个范例，是用豆包。那我们想说几个可以做的，我们就玩玩看嘛，对不对？那这个豆包呢，之前其实都跟大家讲说，我们要好好来介绍一下豆包。其实豆包只是怕有些公家单位，你如果有私敏或是你基本上对话它都没有挡啦，基本上公家也没有去挡它的对话，但对话跟一些功能其实它都没有挡，但是有某部分功能它是有挡的这个必须跟各位报告这个部分它没有公家机关有可能没有全面都开放那至少它不是官方说不能测试的一个工具，所以我们就是还是加减有时候用到，我们还是会介绍它。你像它除了 AI 编程它也可以做所谓的一些学术搜索，还有视频的生成，图像它也可以或者是帮你做 AI 阅读，音乐它其实也可以做，你不一定要用所谓的 Indigo 或是 Suno 它一样可以帮你做，帮你写作。其实我也试过，它非常强。AI 搜索那是更不用讲，搜索都是现在大部分大家都很强解答解题答疑这个更没问题，还有数据部分，数据分析，因为我是用不到，所以但是数据分析如果需要用到，比如说需要用统计的或是生统的，你们也可以试试看这个东西它对你有没有帮助，如果有，您可以来试试看，或者是基本上翻译这个聊天工具基本上做翻译都没有问题，那网页摘要这个也没有问题。那它现在有一些新功能，像语音通话，基本上我是没有试过。那我比较好奇的，当然就是说，延续我们最近介绍的所谓2025的办公工具系列里面，记录会议，它的记录会议不太一样，它是用即时的，所以我有测试了一下，它是做所谓的比如说我们开线上会议。或者是你可能有
课程，你也可以直接就是做类似让他做录音，那他去帮你做一些后续的。但是呢，这个很不幸的在我们单位是这个它有被限制。没有，这个没限制，好，这个没限制，但是我没有测试，因为我想说今天不模糊焦点，我们今天重点放在做网页的部分，而且是测试这个 AI 编程，就是它帮我们写程式的部分。那另外当然就是做简报的这一块，但是简报的这个很不幸，它就是被挡了，所以这个部分呢，像比如说简报的部分，我可以稍微带到一下。那你在家里的部分，你可以自己在家里玩玩看，基本上也没有问题。豆包我也用了很久，而且之前我做其他课程我也都有带到，所以我希望他，比如说他帮我做一个 AI PPT 简报的制作技巧为主题的一个简报，那他其实有想做，但是他连过去的时候，突然发现公家单位他把他挡住，他就说，他连不到。或者是有问题，好，所以基本上应该是被挡了啦。那你可以看一下，它其实有一些这个模板它的一个范本，其实它的这个还蛮漂亮的，你可以从这边再往下点所以你如果说有兴趣的，你在自己家里的私人网页，你网域你的这个连线，你可以再测试看看，好，基本上它至少问的时候它没有问题，好，所以我还是可以给 demo 给大家看，就是它生成的时候，它是直接帮我们生成，其实它生成蛮多的，蛮细的。但是呢，其实有时候简报不希望太多字，所以你可能还需要去斟酌一下它的字，需要它少一点，你可能就告诉他，可能帮你做简化，就是要缩减它的一个内容，那尽量是采取重点。因为有时候跟这种 AI 去对话，你必须要告诉他你要的，不然有时候他会自己去猜测，猜测不对，你就是必须要去帮他做修正啊。所以你看，我本来希望说他可以帮我选，已经其实都选了模板，到这边我好像就断掉了，就请他开始生成 PPT， 后来网络就跳出一个讯息，他不能找，所以这个部分我就不在这边去做赘述，给各位自己一点空间，各位自己试。那我们重点就放回来，我们今天要请他做的 AI 编程，这个部分。那我一样就跟在 Canva 做一样，你请他帮我做一个图文绘制特训班，因为我们今天条件大家都做一样，所以呢，他在这边就直接帮我说，这边就是我们的对话，那我直接就请他帮我编，那他就马上就开始产生，啪啦啪啦，他开始跑，开始跑。好，那这边呢一样，他跑的过程我一样把它录成影片给各位看一下他怎么跑。好，有没有？他就这样一直跑，往下跑其实 total 他跑了至少超过5分钟有，所以我 total 大概跟他玩了大概几次所以搞了很久。我这样测试昨天本来想说影片昨天就可以拍，后来发现没办法，所以他大概就是这样的产生程式的一个模式，大概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大概看过就好了。好，再换下一页。好，那下一页就是我让他跑完之后，他现在这个比较不一样，是他的程式码跑完是会在的。它是会在在右手边右上角这里有一个复制。我觉得 copy 的符号啦 ，copy 之后你就把它贴到我们刚刚在首页讲的，你开一个记事本，你把它贴进去。这个时候你要想一下，我们第一个贴一个记事本，一个记事本打开之后，你把它这个刚刚的程式码把它贴进去之后，你把它另存。这个我只有口述因为刚那个第一页，还是你要看一下第一页。好。应该是可以不用，你把它贴进去之后，你把它另存，记事本另存成这个档名 index.html， 它就可以另存了。那另存之后，你就可以跑过来一样，就跟刚刚前面的一样，1、2、3，你一样取名字一样把你 email 打进去之后，就把它。publish 出去，你把它提交出去之后，它一样告诉你的网页已经 OK 了等一下我们一样来看它寄信到信箱了那
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它的画面超级美，哇天哪，我比 Canva 还漂亮，比 Canva 还厉害，而且重点来了，繁体中文它没有写成简体字哦，豆包它基本上是大陆，它没有给你写简体，它就是给我也没告诉他要写繁体中文，他真聪明，他真的好聪明哦，有没有？他这个都可以点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哦，实际网页我都还留着。哦，这个是刚刚 Canva 的，那这一个是我们把它丢过来，哦，这个是 Canva 做的，这一个是这个我们丢过来 Yabo 的，那再来这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把它丢过来的，来你看一下有没有？首页就这一页咯，哦，首页你就这一页，再来课程介绍有没有？点了，它真的好几层呢。那全部课程或什么你可以点，我们先点上面导师团队有没有？这比如说我们有3个老师或更多老师，这边可能都可以调整。那学生作品有没有？哦，没有，螃蟹还没有学生作品。学员评价有没有？没有，还没有学员评价。哦，常见问题，这个因为刚开张嘛，还没有东西，所以你看它非常厉害。点这边它要回来首页。那如果说这边谈基本介绍，我都没有给他半个字哦，他直接帮我弄好，免费试听课程有没有？哦，拍摄也没有啊。但是这边你看哦，他超级假的，他就跟你说我们有超过500个满意的学员哦，所以现在大家眼睛看的有时候真的不是真的哈，有时候搞不好真的是灌水的。那浏览全部课程哦，这个点了有，他有告诉你说我们有全部课程有哪些，比如说插画设计入门到精通，刚刚有没有？刚刚在 Canva 的时候，它其实它也有秀出来，它是多少钱哦？有没有？我们刚这个课程来给你看一下，再回来比较。但是它这边写了新台币，但是抱歉，拍谁哦？它如果是这个大陆，它其实可能会写的是简体的，所以这边必须我们还必须要去修改，或者是说你可能要告诉他。这个不要用那个人民币，你要请他用新台币，这个可能要对话，或者是我们在这个我刚讲过，在程式码，就是我们不是可以贴到这个记事本，那你在记事本你看到它的时候，你就必须去把它做修正，好，你自己做修正哦，因为修正完你再来把它 publish 上这个网页，那它就会是正确的。所以这边有数字，有什么，有图片。哦，它图片也不晓得哪里来的，所以那个是可能我们进阶哦，进阶的部分我们再来玩这个部分，但至少它都是写所谓的繁体中文啊，我觉得这个部分就已经好很多了，这个部分已经省掉很多工作。那比如说插画设计哦，它这边好像就没有 UI/US 没有，数字绘图它还没有，平面哦没有，所以它全部课程可能目前就是有这3个课程。好，3个课程。好，那这边呢，它还有一些往下拉的部分，还有说专业的教学体系帮助你什么，它这边会写。那这边都是可以点的哦，就是回到它原来的一些已经写好的，而且这个做的模式真的是超级专业的哈。如果要立即报名，可不可以报名？看一下。哦，它目前立即报名这边是空的哦。虽然说它可以初步帮我们完成，但是基本上已经少掉很多工作。那后面的话，很多可能都还要靠我们实际上再去做修改哦。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留给大家一些空间来玩玩看。好，所以到这个豆包的部分呢，我们也完成了哈。来，再来，我们继续往下。那第4个部分呢，我们要讲到的是这个 Cloud 也是后来我有人推荐，就是 Cloud 它也可以做编码。那我也想说，好吧，那我们今天要做课程，我们就一起让它跑一下。其实它跑的速度不算慢哦，而且我有让它背后执行，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在拍投影片了，我就背后执行。那这边呢，我一样告诉他，比如说，因为我们题目就一样，图文绘制特训班网站的首页。好，那请他来帮我们做，那做他马上也就开始跑，但他这边是一开始之后把它跑完，他程式码在这边，它是可以直接 copy 的哈，直接 copy 没有问题啊。
那我们就看一下，它跑完之后呢，它是这边点，我不晓得为什么它 interact 的这个好像就是没办法直接在网页上做互动。那在这边呢，我们就他会跟你介绍说他设计的原理啦，所以我基本上想说算了，那我就直接把它 copy 它的这个档案就好了，所以我们可以第一个 copy 嘛。那你这边 copy 下来，它好像是可以 download 吧？因为我后来是把它的档案是直接 download 下来，有没有？它就叫 website.html。但是各位，您还记得刚刚我们说要上传到这个你如果说下载下来，它这个 HTML 它事实上是可以直接开有没有？在这里，这个是我们下载下来，我给各位看一下。成品这个就是我下载下来的档案，那我直接开，其实它是可以在浏览器去直接去点选的但它其实算比较阳春，比如说首页它就是这一页所以它没有后面的连接，所以它没办法这样连等一下我看一下，哎呀，完蛋了，好，等一下我修正一下，我们再重新把它点开一下。好，它又回来，所以基本上它这边因为点的首页就是在这里，但它因为没有课程，那我看一下关于我们，可以关于我们它有专业师资有什么，但是它这边因为没有再往下热门课程有没有？这个你看它这边写出来的这个 Cloud 它是给我们是新台币所以比如说基础插画的技巧入门这边。那可不可以了解更多？我们点点看，因为我也不知道，没有，他又跳回来首页所以基本上他就是做真的是首页，他没有做到第2层、第3层去所以搞不好你要做不止首页，你可以告诉他多一点，他可以帮你做到1层但是有时候我讲说这都是凭空出来，所以跟你实际上要的我会建议上你用比较简单的东西给他用那你慢慢再去测试比较难的，你不要一开始就给他难的，或许他做不出来。那我也不晓得说我就给他简单一句话，可是他做出来其实好像有点小复杂但是很多就是因为要连到第2层，那我们又没有第2层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因为这种技术有时候就是学完，那你自己要去思考一下你未来要怎么应用就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有时候后面就是给自己玩，或者是说我有在研究出新的，我就再跟各位分享这个课程一样就是刚刚我们那边的课程那这边学员评价有没有？有，但这边自己随便帮你写了参加基础插画之后怎么样所以你就知道这有可能是假的陈小明小明米玲林美玲米玲他也写了超厉害的我们真的这个就是假的他一样可以写联络我们可不可以？他就写立即报名或者是什么？我看一下，哇，他这边有没有电话是假的啦？那这边就是我们写刚刚那个名字art training .com， 你看他可以帮你做一个但是事实上应该是没有这个，电话也是23456789嘛，这也是假的，你也知道这个 FB 还有那个 Instagram 或者是 IG 或者是这个是什么IN 这是另外的IG 是这个，这应该是没有吧？对，所以他都会跑来首页首页，所以基本上这样也很好。那我们再回来看一下我们投影片我们的做法这边再来那我们到这边我就是一样，我们把这个网页有没有？这个是它 website 嘛？那我们就一样把它改名字，这做法就跟刚前面一样，我就不赘述了改成 index.html 之后，那我们一样就是跟刚刚的做法一样，就是把它传到这个 Yabbo 的这个空间里面那我就让它直接在 Yabbo 里面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课程其实有点多，有点杂，也有很多个
很好的小工具给大家。那我们做一个总结，就是我们今天用到的是有 Canva 的 AI， 还有豆包的 AI， 还有 Cloud 的 AI。所以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资料Canva 事实上它是拿不过来，所以你没办法直接贴来记事本。里面可以贴的是包含豆包，还有这个 Cloud 它都可以复制它的这个程式码过来这个地方尤其 Cloud 的话，它是可以直接下载它的首页，那首页你只要改一下就好。那豆包的话，必须你要贴过来这边改为所谓的 index.html， 这是人工去改。Canva 的话是需要借由去把它解析之后，我们直接塞到这个 Yabo 的这个网站上面去。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是透过不同的方式，各位稍微去消化一下，我觉得都不难，而且小工具都帮各位准备好。那我们很感谢这个 Yabo 的这个开发者sponsor 这个 Yabo 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空间可以使用我不晓得会不会爆，因为上次的 LINE 小帮手我帮他介绍之后，他已经爆了但已经现在加不进去了，我不晓得现在还 O 不 OK， 因为我们的群友已经说那个 LINE 的一个那个 AI 小帮手，他现在不能加进去了，他已经到上限因为我们已经帮他介绍几千人看这一个，那多少人加进我不知道，那豆包呢，基本上我们刚也有介绍过，它除了一般的聊天工具，2个是它还可以写程式，我们刚刚也讲了那其他有很多功能，各位有兴趣，各位自己试试看。它这个还有刚刚我们说它的功能还有 AI PPT， 可能你要自己在家里试了，这个部分我就没办法。那 AI 协作这个会议记录就是线上会议或是会议记录，它是即时的，它不是录音之后再上传去让它辨识的所以这个部分大家稍微去了解一下，那也可以再往后试试看，我有埋下一些伏笔给各位再去做测试。那我今天呢的分享就先到这边，我们每天学一点，进步就会多一点共勉之，您的鼓励是我持续的动力。我是大数据中心的养蜂园检师，感谢您今天的参与。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到我们 YouTube 上面按赞、订阅、加分享，开启小铃铛，我们有最新的影片就会通知大家。那我们的课程报报LINE群组呢，你如果加进去，课程不会漏接，没有业配，也没有推销课程但是有我的成果我会分享给大家。好，那我们也非常感谢今天昨天吧，我有收到一封信，是我们最近发的 Chat Everywhere他原厂的这个开发的 CEO 他也写信给我，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影片呢帮他们介绍了，他也希望把我放到他们 FB 里面，把我们的影片做置入就是分享给大家。那非常感谢这个Jack Wu Jack Wu 这个执行长 CEO 的一个赞赏。那我们也会持续的努力来介绍。那我们还有 Chat Everywhere 的第1版我们还没有介绍它还有一些可以做小帮手的一些功能在那我们会找时间再跟各位分享。那以上我们就先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